就在韩立忙着炼化血银丝的时候，在山峰顶部的一间幽静偏僻的阁楼中，却有一名神色冰冷冷的老年道姑和一名中年美妇神色凝重地说着些什么。时间差不多了吧？为了这次的筹划，我们皇族可是整整筹划了400多年，历经了7、8代帝王苦心经营，才能一丝风声都没有走漏。但若是失败了，没有得到那2样宝物，恐怕整个皇室会立刻招来大祸。别看我们叶家这些年暗自隐藏了不少实力，但真和佛道等势力碰撞起来，恐怕还是不堪一击。而儒门的那些妇孺，别看口口声声的维护皇权，但真的触动了他们的利益，第一个对我们皇族出手，恐怕也是他们。我总觉得这次我们叶家是在玩火自焚。姑母之言，我等怎会不知？但这也是我们叶家彻底摆脱其他势力夹持的最佳机会了。不要忘了，启庶族他们是如何陨落的，还不是见我们皇室的势力稍微大一些，多出了几名元婴期修士，几大势力立刻联手，明着暗着对庶族他们出手的。事后还只是随后找个理由就推脱掉了一切。若不摆脱这种困境，我们皇族叶家明着在修仙界有第一世家之称，但实际上只不过是他们几大势力妥协的牺牲品罢了。只要那传闻是真的，真得到那2件灵宝，再加上我们叶家这些年来苦心培养的势力，就能让其他势力投鼠忌器，不敢再轻易对我们叶家之人下手了。这个险还是值得一冒的。虽然修仙界早就传说通天灵宝威力之大不可思议，但我还是很难相信单凭2件宝物就可以逆转乾坤，能和几大势力平起平坐了。我怕反而弄巧成拙，彻底激起了其他势力的窥视，招来怀璧其碎的灾难来。不要忘了，即使有了通天灵宝，这些势力背后还有那种级别的存在。虽然不知道有多少，但只要随便走出来一个，都有灭掉我们叶家的能力。化神期的存在，在我们这一届根本就是无敌的存在。即使三叔伯他们手持通天灵宝，面对这等老怪物，估计也只能勉强自保而已。不过此事，姑母也不用太过在意的。我们叶家早在100年前就开始暗中调查这些老怪物的存在及弱点了。结果经过多方面的分析，我们估计，就算这些老怪物的寿命真的像推测的那样，比元婴期修士还能多活1000余年，大晋这2000年来，进阶化神期以及可能进阶化神期的修士也没有几人的。再加上其中还有一小部分安然飞升灵界去了，剩下残留人界的也顶多2、3人而已。而且这些人滞留人界不走，也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不但轻易不能出手和人斗法，就是出手也是尽量将修为压低在元婴后期的水准。虽然不知道具体的原因，但是如此一来，这些老怪物也并非像传闻中的那么不可战胜的。况且这些老怪物也多半不会哪一势力的兴衰这种事情出手的。这些事情你们怎么知道的？不要告诉我，这些可全都是你们的推测之言，或者自己打听出来的。历年来，不知多少修士想要弄清楚化神期修士滞留人界的秘密和消息，但都未果。你区区100余年就能弄得如此清楚，还很自信的样子，真当我老糊涂，好糊弄不成？到底还有什么隐瞒没说？但我等绝没有欺瞒姑母什么的意思。这些消息虽然不是我们叶家本族人查出来的，但也是家族前些年新收录的一位长老口中得知的。我们推算了一下，
和其他得到的线索全部都吻合，故而说是我们叶家找出来的，倒也没有错的。长老？叶家什么时候又增添了一位长老？是散修还是哪个小宗门修士？不会有问题吧？姑母尽管放心，这人并不是我们大晋修士，是从天蓝草原那边过来的散修，一身神通很不错，而且已经派人探查过其底细了，来历绝对没有问题的。天蓝草原的确有这样一个修士，因为得罪了天蓝圣殿，不得不逃出来避祸的，而且家族核心的事情一直未透露给此人的。哦，这还差不多。虽然我不赞成你们的后续计划，但是既然其他长老都赞同此计划，并且也已经开始实行，那这2件通天灵宝就一定要拿到手，后面的事情只能走一步算一步了。以后你还是要多加小心，那几大势力耳目非同小可，我们的动作稍微大一些就会引起他们的注意，千万别走漏了风声。姑母，我们恐怕已经引起了一些有心人的怀疑了。前些日子，这几大势力派往京城的驻守修士，一下多出了许多来。元婴期修士也增加了？这倒没有，多出来的都是结丹期的修士，元婴级别的倒和以前一样，还是那几人驻守京里的。这就行，看来他们还只是有点怀疑，并没有真的发觉什么。三皇观这边自从放出去要炼制重宝的消息，已经吸引了不少人的注意力，否则你们那边肯定压力更大。姑母训示的对，不过虽然三皇观这边只是诱饵，但是那件灵宝仿制品若真能炼制成功，也可让我们实力大增不少的。可能的话，还是尽力将此宝炼制出来吧。这个我心里有数的。平山印这种可以开天裂地的宝物，其仿制品也非同一般。若是炼制出来，几乎相当于凭空增加了一名元婴后期修士。我会竭尽全力的。倒是你二伯他们说是要拉拢一些散修中的高人，到底进行的如何了？说来给我听听。拉拢散修，许久之前就开始着手了。4大散修中的2人都已经答应了我们皇族的供奉，另外2人则行踪飘逸，根本无法掌握行踪，就谈不上什么拉拢了。不过西饼山的鬼王和万妖谷的副谷主雄狮倒乐意我们皇族能独立出来，不再受几大势力掌控，答应到时候会助我们一臂之力的。其他对我们表示善意的小宗们还有……下面皇清观的老道姑和中年美妇在阁楼进行了更加详细的对话。时间一点点的过去，烈火殿中，那位绿袖郡主睁大眼睛看着手中一块同时被银光血芒交织笼罩的鸡蛋大小的银色金属，脸上满是欣喜之色。韩师兄，想不到你真将这块银血丝精炼出来了，成分还非常高的样子。看来那位为老还真是了得，连弟子都有这等精湛的炼器术。我可跑过好几家仿式的炼器屋，那里的炼器师可都没有把握精炼出来的。郡主一边把玩着手中的材料，一边笑嘻嘻地冲着韩立说道：韦师伯传授的精炼术自然不是普通仿式的炼器师可比，而且在下并不是韦师伯的弟子，也只是暂时在炼器店帮忙而已，时间一到还是要潜心修炼的。现在的精炼术只是顺势而学罢了。这样啊，那就太可惜了。你能将银屑丝精炼出来，应该在炼器上很有天赋的。既然帮郡主炼制了血银丝，在下还有另外的要事处理，就不陪郡主了。别急，难道本郡主长得很丑，让师兄这么着急着离开？再说，谁说本郡主只炼制这一样东西了？我还有一样材料需要处理一下。原先不知道师兄精炼技巧如何，不敢贸然拿出来的。如今自然对师兄信心十足了。
少女将血银丝一收，笑眯眯的，然后从腰间储物袋中拿出了一个尺许长的玉盒，直接扔给了韩立。韩立顿感头有些大了，还有材料炼制？郡主也太高看在下了，凭我的修为，仅是炼制完成血银丝就已经精疲力尽，再炼制其他的材料，在下实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这样啊，这倒也是，你的法力的确浅薄了点。不过这次的东西可并不用精炼的，我只是想让师兄帮我将这材料稍微处理一下，省得材料灵性大失了。先给师兄说好哦，这个东西你看过之后，可不许再泄露给第二人知道。这可是我好不容易得到的东西，天下间估计也没有几件的。什么材料，这么珍惜啊？韩立有些惊讶，看了看手中玉盒，好奇地随手将盒盖打开，结果尚未看清盒中之物，一股刺目红芒先从盒中爆发而出，不及防备之下，直晃的韩立双目一阵眼花缭乱。韩立大吃一惊，目中不由得蓝芒一闪，明清灵目顿时下意识地自行施展开来。哎，你的……这是……少女和韩立同时叫出了声，全都充满了诧异之色。盒中赫然是一只半尺来长的羽灵，晶莹剔透，红光闪闪，如同脂砚幻化而成一般。浩洋鸟长灵？不对，好像并不太一样。什么浩洋鸟？我这是乌凤尾巴上的长鳞，这可是祖父前些年带我去海外拜访一位大神通前辈时，我趁他灵兽睡着时偷偷拔下来的。那只笨鸟睡得死沉死沉，从始至终都没有醒过来。对了，你的眼睛怎么回事？刚才竟会放蓝光，真有意思，这是一种法术吗？少女口中叽叽喳喳地说个不停，眼珠更是滴溜溜乱转，不停地瞅向韩立的双目，仿佛想看出来什么似的。但韩立发觉不妥，早将明清灵目神通收了起来，自然再也看不到什么异样。而韩立则盯着盒中的羽灵，正在神识中和大眼神君交谈。乌凤的尾灵，我没有记错的话，这个好像和浩洋鸟齐名的火属性灵旗，它的尾灵能代替浩洋鸟的长鳞吗？乌凤在传说中可是火凤的分支之一呀，这种灵禽竟然还能将血脉从上古时候流传下来，真是太让人吃惊了。哎呀，可惜呀，这两种材料还是没办法相互代替的。不过若是稍微改动一下，也掺入这种灵雨的话，倒可以让你的三焰扇威力更上一层楼。但是眼前的这根灵性流失了大半，已经不适合做材料了。奇怪呀，当年我游历大晋的时候，怎么没听说过哪个老怪物驯养过此灵禽呢？这样，韩立一听不能替换，自然心中大感失望。这时宫装少女一脸眼巴巴之色瞅着韩立，看来对双目为何会放出蓝光的事情真的是非常感兴趣的样子。看到少女这种表情，韩立摸了摸鼻子，心中苦笑。刚才双目会放异光，其实是用一种灵水擦洗双目的缘故，这种做法只是可以让双目变得清明灵澈一些，只是我等低阶修士的小道而已，根本不足一提。用灵水擦目？是什么灵水？你这里还有吗？能送我一瓶吗？这种灵水都是当场配置才有效，我当年就已经早擦完了，恐怕让郡主失望了。韩师兄，你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不会看我年轻，故意拿虚言哄我吧？韩某句句属实，怎敢欺骗郡主？不过我倒有另外一样东西，也许郡主会感兴趣。什么交易？不是你看上我这根乌凤灵了吧？少女听了韩立之言，忽然想起了什么，轻笑了起来，目中闪过狡黠的眼神。